传出来说呢，这个大陆方面传来说，他们在东沙群岛跟我们激烈对峙，海巡署说呢，因为他们越界违法捞捕，所以呢要掩盖这个假讯息，说什么对峙，就来我们违规的捕鱼啊。那另外呢，这个海巡署说呢，他们强势驱离了中国海警跟渔船，为什么？为了维护我们东沙海域主权跟资源，不能随便乱捕鱼啊。那另外呢，这个反正这各地，东沙这个地方，四周呢都有各种不同的越界与冲突了哈，或是我们讲的叫做驱离。海巡署说呢，他们之所以越界，是来测试我们的部署。东沙部署有什么好测的呢？测我们部署要怎样，看你们能怎样。那另外呢，因为共军无预警在高屏外海划军事演习区，所以瑞士外交部向中方示警说不能这样啊！你看这船都来了啊，等等舰了哈。瑞士很少，因为是中立国嘛，很少对这事这个讲话的。美国说大陆的军演明目张胆威胁，大家认为是美国国务卿的口气的哈。这是英文哈，这个字不是明目张胆了哦。英文这个字呢，它这个叫做 brazen 啊 ，B-R-A-Z-E-N。英文呢，你真去翻叫做呢厚颜无耻。厚颜无耻太难听了，就说是明目张胆啊，不管是无耻也好，张胆也好，反正美国这个国务院的措辞比较重了，就像洪威刚讲的，白宫唱白脸，国务院唱黑脸啊。那但是呢，有媒体说是不是涉理内荏了？那你要怎样呢？你要什么办法拿出来？你光骂他有什么用呢？那另外呢，这个美国在日本有差不多4-5万驻军，很多啊，那花很多钱，因为美国的海外驻军，韩国大概3-4万，日本4-5万，德国也4-5万，那都花钱的，因为美军在海外薪水还特别高，有海外加给嘛，所以川普要省钱所以呢可能会喊卡，但是呢，这个他们就说呢，当时日本不是讲吗？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啊，那现在呢，如果喊卡了，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日本的这个外交关系了哈。那么另外呢，洛杉矶时报 LA Times 也说呢，川普交易式的外交，他这完全是商人嘛哈。他说重塑美中台的关系，我们看一下。不畏深夜和海浪，我海巡执法扣留中共来的小舟，这地点在我东沙岛。海巡署证实，3月11号到12号，中共海警船和渔船频频越界，遭到我方强势阻挡驱离。事情要回到3月11号的下午，海巡扣留小舟和3名船员，并在傍晚将他们送返母船之后，中共海警31动摇，随即挑战我东沙限制水域，遭渔林舰监控紧跟2天。但到了13号，中共海警船33动4，连续3天不断进出我东沙限制水域，遭到我巡护8号、云林舰和台东舰强势驱离。不排除中国利用渔船测试我国东沙勤务部署，企图制造执法假象。此举不仅升高两岸紧张情势，也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海巡也贴出照片，从2月底启动的东沙海域取缔专案，扣留5艘中共越界小舟。中共不断扰台，其中针对2月26日单方面无预警在我高屏外海划设实弹操演区，瑞士外交部长17号这么说。Les tensions dans la région du détroit de Taïwan sont inquiétantes. Le 13 mars, mon département a rendu attentifs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et leurs représentants à Berne qu'une erreur de calcul lors de manœuvres militaires pourrait entraîner une escalade dans une zone à haut risque. 会回应是因为瑞士联邦议会议员阿多尔11日提出质询，阿多尔是瑞士国会友台小组共同主席。专家指出，能看到驻外管束的努力帮自己发声，也盼换来国际关注度。诸位。为什么这一次我们海委会会认为说，这个陆方是在测试我们的部署，还有制造执法的假象？因为这次侵入我们东沙海域的，除了大陆的渔船以外，还有大陆官方的海警船。他们是这样，先是大陆的渔船，那我们在驱逐渔船的时候，大陆渔船的时候，大陆的官方的海警船也来了，而且大陆官方的海警船。不知道是假装还是一搭一唱啊！他们要登陆他们大陆的渔船去执法，然后大陆的渔船就停下来，让大陆的海警船去执法，登船去执法。这一切看起来好像都很正常啊！大陆的渔船给大陆的海警船登船去执法，那关台湾有什么事呢？关我们有什么事？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是台湾东沙的海域啊，所以我们就怀疑说，你们大陆的渔船跟大陆的海警船为什么要在我们台湾的东沙海域来进行
捕鱼跟执法登船执法，于是我们就把他们全部都驱离走啊，不要让他们在我们的海域进行执法。所以我们海委会才说，他们是不是在测试我们的部署呢？是不是要在我们海域里面制造执法的假象？好，不管怎么样，过去的几年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军机绕台或军机这个超越海峡中线，然后这2年我们常常听到的是，好，大陆的渔船越界捕鱼，或是大陆的海警越界执法，甚至前一阵子听到的是全一轮去破坏我们海底的缆线。这样两岸之间的明争暗斗，当然跟两岸的敌对的这种气氛升高是有关哦。我觉得前一节在讲到说这个宋涛的无奈啊，确实我几年前，我曾经听到台办很无奈的跟我讲说，现在全大陆唯一还相信或是主张和平统一的，只剩下台办了，其他全部大陆都觉得说干脆武统算了啊。那其实两岸之间先不要讲到统跟独啦，大陆当然希望统，台湾不希望统，可是也很多人不希望独。不要讲到统跟独，讲到怎么相处好了。两岸都有鸽派跟鹰派哦。大陆的鸽派当然是台办，那鹰派当然可能是军方或其他的。那台湾的鸽派可能是国民党，鹰派是民进党。可是现在看起来，两岸都是鹰派势力在，鹰派的主张跟气氛在升高当中。当两岸的鹰派的这个主张跟势力在升高当中，就是这个样子啊。各方面在明争暗斗嘛，陆海或是说刚刚说的经济外交全面都在交战当中。可是民进党他现在是执政党，他现在是执政者。它的对应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看不到啊。好，全一轮破坏海底电缆，你们的方法是什么呢？扣押全一轮以后呢，我没有看到后续的报道哦。那对于军机绕台、军机侵越我们的中线，我们有绕过去吗？我们也不敢呐。他们的越界执法，那我们能够越界过去吗？我们也不敢。我们看到的就是民进党不断的把炮火对向国内的在野党，只是一直骂我们说我们不团结，我们怎么样这样？不对吧？你应该把炮火对向对岸啊，你应该把炮火指向中国大陆，指向北京啊。民进党每次的作为，就让我想到以前的狗血剧8点档哈，一个失忆的老公哈，一个失忆的男人在外面没有办法，回家只会打家里人、骂家里人，不对吧？你们是执政党你们如果觉得你们要把对岸当作敌对势力，可以啊，你们就去做啊。可是你们是去想办法去对岸的这一些挑衅的行为做出应对的方案，不是一天到晚对在野党或者是国内的人进行这一些所谓的打压或管制吧？不，你这样想嘛，在台湾今天如果有人说两岸应该和平啦，不要打仗，你就投降主义、失败主义。那同样的，如果在大陆这样讲的人呢，是怎样的？所以说他们所谓两边都一样啊，就主张极端的人起来嘛。主张和平的人声势下去嘛，所以麻烦就在这个地方，你在台湾你也不能讲说要和平啊，你什么意思？你干嘛要和平？他们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怎么跟他和平？然后你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变成这样子啊，所以这是两岸之间将来到底怎么发展这个是越来越头痛的一个问题了。那到最后会不会变成剑拔弩张甚至兵戎相见？需要再回来。因为民进党各部会了现在我想是受命了，都要说呢，立法院删他们预算动他们预算影响多大那其实呢，这个很多部会预算其实增加的包括文化部那个李远就说呢，删掉我们怎么这多少钱了？结果呢，他们说还增加，哪有删呢那同样的劳动部长洪申翰也说呢，说因为你们项目预算就影响到育婴留职停薪的津贴，结果呢，陈金辉委员就是哪有影响到？说呢有60%的这个就业基金呢根本还没有审嘛，那是基金没有审嘛。另外呢这个而且一毛钱都没有动嘛，基金根本没有审，哪有动呢？劳动部占2%，是保险丝底下的这个奖励补助费，而且呢1毛都没删。现在只把它冻结，根本没删嘛，你怎么说我们都删了呢？说这个都被删除了等等。
所以呢，这个洪胜焕劳动部长就是他原来是立委啊，不分区的，他承认他是口误了。他因为我最近参加这个会议参加太多了，就是在洞山会议参加这个育婴这个津贴的会议太多了，所以呢，可能啊这个口误，所以呢，这个国民党团就是你不是造谣吗？但是话说话造谣，光去骂这个洪胜焕也不公平，造谣多了，他是整个政策嘛。就要跟你们讲说，你们预算参太多，让我们不能动，变成大罢免的一个柴火嘛，所以呢，这个粉专就是说，一个质询这个看赖政府不做事，只想斗争的这么看到了，从这边就看到了啊，根本。那另外呢，赖清德昨天也发了一个文嘛，就是说呢，这个现在呢，包括这个各个这个次党部他们的组委会议。说呢，这个各县市党部、全体党公职的服务处都应该来罢免，都要罢免。所以换句话，因为如果这些人不出来，2阶不容易过，2阶要10%，一阶很容易过，一阶只要1%，2阶要10%是不容易的。所以基隆那个事情是这样嘛，一阶罢了谢国良，到2阶不容易，所以哇，这个民进党的市议员都要下来，你这样才有可能过了。所以现在也不演了，统统跳下来了。不管是这个。党部党部其实力量还小了，公职服务处那个才多，因为公职人员很多，不管议员啊、立委啊，公职人员很多所以呢，党部服务处都要帮忙收联署书而且呢，民进党5个策略第一个要收联署书，第二个协助招募及训练义工，要维护公民的行动不被侵扰，然后协助文宣的扩散，然后呢也协助后勤及行政作业，统统下来了那另外呢？民进党中执会也通过了2026年选举策略小组，各派系的要角都放进来了。潘孟安是领衔召集人，成员呢包括这个总召柯建铭、陈其迈、王定宇，然后呢张宏禄、林义邦是绿色友谊的，陈茂松是正国会的，段宜康是新潮流，各派系也都放进来，大家众志成城，一举呢要把2026好好选。我们看一下。那我想请问，为什么您可以在上节目的时候大谈今年的育儿津贴被冻结、被删除？我想问你是从本部的哪一个预算出的？被冻结多少？是哪一个科子目？因为是您上的节目，您讲的话，所以我们就请部长来回答。这个我这边也是有口误的部分。你是说错还是口误？你是说错还是口误？但我确实口误讲成是育婴留停相关的薪资补助，因为可能最近开的育婴留停的会议开的太多了所以有这个口误。但实际上面是产检假跟陪产检假的薪资补助。来，振宇。其实你可以看到我在这边还是想要跟大家回顾一下，大家记不记得在蔡英文时期大家都会觉得说，有政府会做事，那时候是苏贞昌最常讲的一句话。但是现在看起来有政府会赖皮了为什么这么说？大家知道吗？现在不断绿营执政党现在从上到下一直不断在说，蓝白删了预算。各位大家知道吗？今年的预算是史上最新高，2兆9千亿的预算。即便现在有冻结、有相关的删除，也都是历年来史上最高。大家知道吗？刚刚我们那个陈金辉委员他特别讲的就是劳动部的预算，大家知道吗？比起往年，今年增加了58亿各位，58亿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如果整个政府因为立法院的合法监督，你们完全可以停摆整个政府的话，那我不晓得说现在的执政党你们还能做什么？我发现你们的力道，大罢免的力道比你们执政力道还要全面所以我现在不晓得的是说，如果增加了58亿。你们口口声声在绿营的节目特别说了我们现在要被冻结了，什么都不能动。不好意思行政机关你们为什么不赶快送解冻案进去呢？送解冻案进去，赶快审如果你们这些作为都没有做的话，只是不断的在外面哭喊着，哎呀，我们的预算被冻啦，我们的预算被怎么样了？不好意思，作为一个行政首长，一个行政机关，你应该面对的是什么？带起头来，去跟所有的委员、所有的民意代表去解释。我们这笔预算的必要性在哪里？你们连说明都说不清楚，不好意思，增加了58亿，整个行政机关这已经是2兆9千亿的预算，你们却居然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为。请问一下，大家晓得吗？之前居然还因为说蓝白冻结了预算，所以我们总统府为了要节能，所以我们把灯关起来了。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政府？大家可以想象吗？有政府会做事，跟现在的有政府会赖皮，真的是让人家看得出来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差距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哦，赖清德衔接了已经执政了将近9年、10年的一个状态之下，看看我们现在两岸之间的问题，包含到我们内政的问题。请问一下，民进党你们执政这么久下来了，到底还想给国人怎么样？我不晓得现在你要怎么抗中保台。我们还是要说，大家看看泽伦斯基，我们刚刚上2节讨论的泽伦斯基，现在以前过往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援的状态之下，现在他有任何的话语权吗？他没有任何的话语权嘞。如果今天我们连内政都搞得乱七八糟，我们连外交也搞得乱七八糟，两岸也乱七八糟，不好意思，过去这10个月以来，赖清德就职这么久以来，请问一下，你给台湾国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要去上升到作战对立的状态之下，请问一下，我们的内政该怎么办呢？史上新高，我再强调一次，2兆9千亿的预算是历年来新高，不管是蓝执政、绿执政，现阶段赖清德的执政是历年来的预算新高，各位。所以不要再说你们没有办法做事了，别再赖皮了。不，我想这个是民众党跟国民党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讲一个事情。之前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很多轮嘛。今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是不是史上最高？没有错，是因为我们原编列3.1兆哦，这个是比过去都高。那为什么编3.1兆？因为我们台湾的经济现在在处于成长啊。对不对？那其实大家看，即便我们2025年本来的税出是编3.1兆，本来我们预计税收可以收到大约3.1兆，事实上现在还有所谓超增的这件事情嘛，我们还再多收了5000亿，所以税收成长到将近3.6兆。对不对？那表示说整个国家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能力。如果以公司来讲，就是我现在有更多的现金，可以做更多的资本支出，所以政府在各个相关的部会就编列了更多的预算。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说，那为什么现在政府认为说，很多事情会窒碍难行？因为包含我们看到很多事情，你是砍在，其实我们都讲过，你砍在业务费上面，你砍在这些包含水电费上面，要油料费进去嘛？你们可以送案进去说明，为什么不说明呢？我刚刚也想跟你讨论，但是我尊重你的时间，让我讲一下。好，那因为包含解冻案，我先回应你，因为上礼拜才处理完，上礼拜才处理完总预算复议的事情，那之前还在复议，好不好？所以讲回来。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讨论看预算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部会去讨论。例如说，好，洪珊部长他就坦诚说，对他讲这个口误，他讲错了哦，他要讲的是产检假跟陪产检假的薪资补助受影响，而不是这个育婴留停的薪资受影响。对，那当然我们可以去讨论说每一笔受影响在哪。但是如果你只是拿一个很大的框架来说，今年变得比以前高啊，不可能有影响，你一定可以做事。那我想这个事实上没有去真的碰触到问题嘛，因为我们看整体台湾经济在变好，事实上各县市今年的总预算税出也比往年要高，台北市也变得比过去高，新北市也变得比过去高，桃园变得过去高，台中变得过去高，但是我们不会在每个县市看到说我各局处通3嘛，我的业务费通通给你砍3成，通通给你动3成，不会嘛？那既然地方政府可以说继续用更高的预算来去造福市民，来去做事情，那为什么中央政府那就要被面临这么大幅度删减呢？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民进党政府一直在强调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刚刚赵哥也有提到说现在我们党部啦，昨天去正式的有一个动员令要来去支援这样的公民联署团体，我想也是对应到其实最近我们看到也是确实国内最近内部的政治对立的气氛一直在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看很多公民团体，他会没有联署，事实上他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可能有政治立场不同的民众，我不一定是说他这个是有人恶意去攻击，但可能他立场不同，剑拔弩张，在街头上会发生冲突。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赖清德主席去呼吁所有的党公职来协助受联署，一方面是支持公民团体的行动，一方面也是让我们党的这些服务处啦、党部去中间有一道可以去做中介的协助，那某种程度也去阻绝这样的冲突事件继续发生。那夏龙，删预算是民主国家的常态了。那譬如说美国的政府经常都要面临到关门，但是换句话说，当你的预算被冻结或者一时之间无法通过的时候，行政部门都遭到过一些困难。那这本来就是国会在制衡行政权，既然是三权分立的制衡。国会的权力在哪里？国会的权力就在法律、在人事、在预算上面，这常态的现象。比较不常态的是民进党的反应，就是即使这种的
国会3行政部门预算是常见，可是行政部门表现出一种一哭二闹三罢免的碰瓷的这种反应的，台湾独一无二。台湾的民进党那种预算被删了之后，然后开始出现呢非常的情绪化的反应，开始呢把它当作是呢推动大罢免的柴火，开始向老百姓做很煽情、很肉麻的诉求。洪赞讲出话呢能道歉，我觉得都很好。但是类似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在这个小议题当中呢，当作是柴火，不断的去想要点燃、引爆呢台湾岛内的蓝绿白之间的政治对抗的这个心态呢，应该昭然若揭。我说这是一种很少见的政治上的碰瓷心态，这摸一下之后他就倒了。倒了之后呢，躺在地上好像就起不来了，就开始要叫救护车了，就开始告诉大家说呢，他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是吗？我说这不要说民进党过去的预算是怎么删的，我说这不是常态吗？这真的不可解嘛？循着行政的程序不可解嘛？民进党的大罢免无非想要为现在的朝小野大的格局寻求一个根本解套，可是这个根本解套也不是什么多么独一无二的事情。如果把台湾的问题孤立来看，你会看到接下去的朝野对抗，尤其在台湾的汉光演习，如果设定2027年解放军呢要犯台，要清台，那个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两岸过去不管有多么的紧张，可是两岸不管是北京的当局或者台湾的当局，都努力的做到一件事情，就是绝对不提出任何一个时间表，暗示某一个时间的时候呢，两岸呢会遭遇到根本的冲突跟解决，连北京都不会这样子做，因为你做了之后，大家就开始倒数计时，等于是你把一个定时炸弹就启动了。大家就接下去的2年的时间，整个台湾整个对岸都会开始密切的关注2027年会发生什么事。我们过去很担心大陆呢会提出一个所谓的统一时间表，可是我一直认为大陆到现在为止很克制。不管是台办乃至于他们的讨论研讨会的时候呢，这些的学者们、专家们、涉台的机构的智库们都很克制的不谈时间表，但是台湾竟然自己丢出了时间表。除了配合2028年赖清德要连任之外，我想不出其他理由。请问2027的道理在哪里？是美国暗示吗？是谁托梦吗？可是当你按了之后，两岸关系呢就开始陷入到紧张。目前是不是信赖台湾、信赖赖清德并不重要。我觉得台湾人，包括民进党的朋友，包括吴峥在内，认真面对是：你信赖美国吗？只有信不信赖美国的问题，没有信不信赖台湾、信不信赖赖清德的问题。每个老百姓呢，先不要管什么大罢免，认真的想想看，你信赖美国吗？你相信今天两岸发生大小事情的时候，美国呢真的会做些什么吗？最后你再想想看，赖清德现在在做的事情，从赖17条出现之后，他唯一的一点就是，你以为赖清德在做的事情跟小马可仕是一样的，小马可仕做的事情跟尹锡悦是一样的，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想用行政部门去摧毁国会。尹锡悦是要派军队进国会里面瘫痪国会的，小马可仕呢是要摧毁国会，希望呢参议院5月的选举可以胜选，6月呢可以呢把沙拉呢给换掉，把在野党给消灭。赖清德现在大罢免也是要摧毁国会，为什么要摧毁国会？因为在野党在国会，每一个在野党、每一个国会部门，在韩国、在台湾、在菲律宾都被贴上亲中的标签，摧毁国会、摧毁在野党、摧毁亲中势力是3合1的。可是今天呢，当我在高度质疑呢，民进党在玩3合1敌人的游戏，竟然呢开始又有人呢用军法呢想要恐吓我们，太可怕了！民进党今天白色恐怖就是绿色恐怖，不管你的颜色是什么，你就更恐怖。休息一下再回来。